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 Dennis。上一期我们结束了本次旅途大阪段3天的行程，这支视频我们将着重介绍今年新开的位于羽田机场 T3 航站楼的亚洲第2家美国运通机场休息室以及日航 Sakura 休息室、日航商务舱的体验。那么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吧。欢迎来到 Dennis 自由记，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带你体验旅途小确幸。先是来到了大阪伊丹机场，这次回去也是一样，从大阪飞东京再回上海。上一期视频没有讲到的就是我在大阪的部分餐饮的话是通过龙腾出行，也就是 Dragon Pass 来解决的。大阪站也就是类似于国内的火车站嘛，单人餐饮权益只需要 0.5 个点，那就是相当的划算。这个龙腾的点数的中国大陆啊、香港还有台湾地区的一些中高端的信用卡都会附赠的。像这次我在伊丹机场的话，就去体验了这家明代的朱里吉天妇罗的套餐。而之前在大阪的行程的话，我去体验了位于大阪站附近梅田这边的2家餐饮。像这个原堂的话，它是吃一个天妇罗的，我看了一下整体的评价都是很不错的，然后实地去吃了的话确实也是味道非常不错的，但是就是有一些小小的排队，不过还是能接受的。另外还有一家的话是吃韩式烤肉和冷面的，这家的话也没有说强制是按照你的人数来万你用点数，就是说如果你有2个点3个点的话，完全是可以点多份的，就是说你不够吃的话是可以多要一些肉来一起吃的。整体环境的话也都是很 OK 的，然后这一家可以看到店里面的话有很多明星打卡的签名，所以说口碑也是不错的。就如果你有龙腾点数的话，我是比较推荐你住这一边附近的，然后你可以省几顿的餐饮的。还有就是说我这次还有买到过关西乐享周游券，这个券的话里面是可以换3次权益，我觉得也挺划算的。就是说你可以吃饭啊，或者是商场里买东西当代金券来用，当然也是有一些项目和景点门票在这个里面的。但是景点的话，我还是会更推荐上次推荐的那个大阪周游券。具体的话可以去看之前的视频，把链接也会放在评论区里面。日航的国内航班的话，它的商务舱是一个叫 Class 界，然后其实就类似于国内的超级经济舱，头等舱其实就是我们国内的公务舱。座位的话，整体舒适度是不错的，空间也挺大。餐饮的话，短途也没有什么餐饮，就是倒杯饮料的事。整个机上娱乐系统没什么毛病，大屏幕，可选的影片和剧集也挺多。经过了大概1个小时的飞行，然后就下机了。这边国内航班的话，羽田是到达 T1 航站楼，跟着换乘国际航班的指引走，可以去坐到中转巴士的地方。这边就可以看到是有从 T1 到 T3 的中转巴士直接去乘坐，这也是非常方便了。就乘坐巴士之后，就跟着人群下车的话，沿着航站楼里面走，就很顺利的就到达了 T3 的候机楼了。整个过程是很丝滑的，这一点的话为羽田机场点赞。航站楼里的这个绿化还是挺漂亮。时间充裕的话，这边可以逛逛免税品商店和一些小店，买纪念品。然后我们就去到本次的重点休息室了。你可以看到日航的樱花休息室和美国运通休息室是一起位于4楼，营业时间是早8点到晚10点。可以看到人还是挺多的，百夫长白金卡的话是要排队的，然后黑金的话是可以直接进，并且会有一间私人房间，但是这个房间我看了一下，整体的空间比较小，而且相对比较压抑嘛，但是它外面也会给黑金预留卡座的座位，所以这次我选择了在外面坐。整个装修风格的话是以黑灰色加木纹为主。另外这家的话，黑金会员是没有单独的单点菜单的，
它只是饮品的话是有专享的山崎12年和凯歌香槟，这一点的话和亚洲的另一家香港的比的话还是有差距的。菜品的话日式和西式的都有，饮料也蛮丰富的。下午的话还有面档提供和牛拉面，我点了一个还是不错的。鸡尾酒的话有酒精无酒精，可选择的也挺丰富。他们主推的 signature 的是 Bluebird， 但我觉得好看不好喝。在另一边的区域的话有一些日式和果子和小蛋糕，吃的拿了差不多了就开始开动了。这个冰淇淋很好吃，来一定要多拿几个。这边一大特色的话就是它的和牛的话都是这个尾鳍牛，下午面档用的也是，到了晚上会有寿司，师傅会直接在现场手握寿司给你吃。虽然不是什么特别顶级的食材，但是要知道现场手握寿司在日航的休息室可是只有头等舱才有，这一点美国运通值得点赞。下面是我拍的一些休息室的出品的照片，整个颜值都是挺高的，还能打。这个蓝色的鸡尾酒就是 Bluebird， 里面是有樱花的。门口和我的运通卡合影打个卡，然后就来到隔壁日航商务舱的 Sakura 休息室了。这里人也很多，不比旁边的运通少。正对停机坪的巨幅落地窗还是蛮吸睛的。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边吃点东西边看看飞机，也是挺惬意的。樱花休息室的餐食而言的话，可以选择的种类不是特别多，这和隔壁的美国运通的话还是差了一点。酒水虽然品种不少，但也不是特别给力。毕竟只是商务舱休息室嘛，也能理解。当然，作为日本的航司的话，像全日空和日航，他们最特色的我觉得就是咖喱了。所以来到这一边的话，重点就是先吃一碗咖喱饭。这边我撩了半天都没什么肉了，可能被前面的人都撩完了吧。摆盘完成，必须要打卡一张。这个米饭机器挺有趣的，吃多少盛多少。另外桌上扫二维码的话，还有一些 special order 可以点，这个比较适合印度人。打卡完时间差不多就出来去登机口啦。这次是远端机位，所以是要坐接驳车过去的。这个角度看的话，飞机的颜值还是挺高的。我们差不多就下接驳车，要等着登机啦。返程同样老777的话，商务座还是能选头等的座位，这次我们选了中间的座位。空乘小姐姐还很热心的给我和我妈合影，菜单一样日式洋式，我们选了日式的。先来一杯香槟，整体服务是非常不错的，看上去颜值还是不错的，虽然
每个的量不太多，但品种很多，小巧精致。日本航司的话，我真的推荐大家还是选日式的会比较好。这个饭团也好可爱。最后再点了一杯山崎，日料配日威才是绝配。酒足饭饱之后，当羽田机场的最后一缕霓虹在舷窗里晕成朦胧光斑，我才惊觉这场沉浸在晨雾与晚风里的日本之旅已悄然落下句点。那些踩着木屐扣响的青石路，红叶亲吻肩头的细碎响声，都像被秋日阳光晒暖的棉絮，柔柔附在记忆最软的褶皱里，一触便满是温煦。虽然来过日本很多次，但每次的体验都是不同。曾经以为日本是动漫中的热血，杂志中的精致，直到秋日里东京银座的晨光漫过幕墙，捎来银杏的清香。大阪道顿窟的霓虹灯下，接过滚烫章鱼烧，酱汁香混着晚风。横滨港的霞光中，轮渡远去，海边老人的絮语被秋风吹得温柔。这景致从非刻意，是烟火沁出的暖。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